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下2023款的 Genesis 全电的 G80。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Genesis 这个品牌呢，是现代起亚集团近年来推出的一个高端品牌。那这个品牌自推出之日，就面临着汽油车向其他技术路线转轨的一个历史契机。那之前呢 ，Genesis 也宣布了，它将在2到3年之后全面停产燃油车。那之后，它的产品，它的全系产品将采用哪种技术路线，一直呢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直到前不久呢，它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全电的 GV60 SUV 产品，才向世人宣布，不管它之后的技术路线是如何，至少如今的产品序列里的技术路线应该是油车和电车共存的哈。那至于在它的家族当中还有油电混的技术路线会不会参与到 Genesis 产品当中，目前还不得而知。那在 Genesis 向美国市场推出了 GV60 的全电的小 SUV 之后，它的向美国推出的第二款纯电产品，谁也没想到哈，竟然是这台 G80。那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也应该清楚哈，G80呢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轿车，它在美国定位于大轿车的市场。之前呢，动力总成有 2.5T 的4缸，还有 3.5T 的6缸。这次呢 ，Genesis 首先在2023款的 Genesis 上推出了全电的 Genesis G80。那由于我们这次借到的这台车呢是厂家的2023款的 Pre-Production 哈，所以这台车呢也没有车窗纸，里面呢也没有任何的详细的说明。那目前在 Genesis 在美国的官方渠道还没有放出来这车的一些完善的具体参数哈。那结合目前手头上有的一些官方参数，再结合之前2023款的油车上的 G80 的参数，再加上这2天我体验我感觉到的一些东西哈，我来猜一猜这车的配置。那这台车呢是一台4驱版本，前轮的最大马力为 182.5 匹，最大扭矩为258磅费，后轮同样最大马力为 182.5 匹，最大扭矩为258磅费。综合下来，这台车的最大马力为365匹，最大扭矩为516磅费。这个参数呢，对比 3.5 V6 的那个发动机，最大马力比 3.5 那个机器啊少了10匹，但是最大扭矩比 3.5 那个机器大了141磅费。那厂家宣称0到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是 4.8 秒，配的 87.2千瓦时的电池。那 EPA 公布这台车呢，在综合工况下的能耗表现为97 mpge， 最大续航里程为282英里。那如果在187千瓦峰值下充电的话，从10%的电量充到80%的电量，厂家宣称只要22分钟。那在外形尺寸上，这台车呢跟燃油的、跟汽油机的 G80 在轴距和宽度上是完全一致的。那这台车纯电的长是 196.7 寸，比油车版本长了 0.3 寸，高呢是 57.9 寸，比油车版本呢高了 0.2 寸。那这台车呢，前轮是245/45/19的，后轮是275/40/19的轮胎，配有 Lexicon 的音响，有 3D 仪表盘、全景影像、3分区的空调。内饰的棚顶呢是反毛皮的，这车没有天窗哈。这车的前后悬架都是多连杆结构的，配有带路况预览功能的电控减震。那 Genesis 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就是它的质保期提供5年或6万英里的整车质保，10年或10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那至于价格呢，你现在连确切的产品配置、产品参数都没有放出来，价格呢也没有发布哈。但我们结合 GV60 的价格，再结合2022款 G80 油车的价格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啊，做一个猜测。你像2022款 G80 MSRP 呢，2.5 的车型大概是从接近5万到接近6万一个区间，3.5 车型的价格呢是从接近6万到接近7万的一个价格区间。那一般在美国市场销售的电车都要比同档次的油车要稍微贵一些哈。那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网上大家推测的这个7万5千块的售价是合理的。那这台车呢，整装下线于韩国工厂哈。那这台车呢，也带车位使进使出的功能哈。钥匙上呢有很多键子，首先呢要先把车锁上，锁上之后呢，摁启动按键，长摁启动按键。车辆启动之后呢，长摁往前走的键子，不能离太远啊。
它自己就会往前走。当遇到颠簸或者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它会自动停下哈。那大家看到刚才我停的车呢稍微有点歪，它呢自动找方向哈，把车位找正了。往后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有障碍物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呢之前也唠过了，它这个功能呢就方便在一个狭小的车位的时候，你下来，然后把车就这样停进去或者开出来哈。那作为一个纯电版的 G80呢，首先 G80并没有改名哈。你像现在在很多豪华品牌里面、豪华车型里面，它都把电车单独拉出来叫一个产品序列哈。那在外观设计上呢，因为这个 G80出来的时间比较短，同时在设计上一直也是我感觉是比较漂亮的，也结合了目前很多流行元素，也属于站在时代的前排。所以 Genesis 的设计师呢，也没有在纯电的 G80的外观上做太大的改变哈，些小的改变还是有的。那整个前脸呢，还是保留了之前 G80油版车型上的整体线条，包括细节依然得到了保留。机器盖呀是 Genesis 的徽标，掀起两翼，两条大筋向驾驶员驶去。分成两条的前灯组，配合侧面的两条的转向灯，再配合两条形状的后尾灯，前后中形成了呼应哈。下面这块呢，同样有导气孔哈。那前脸来讲，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前中网了。在油车上呢 ，G80的前中网它是镂空的哈，有进气的功能。这个电车上呢，它这个中网是没有进气功能的，整个呢都是封死的哈。那 G80的充电口呢，它放在了这个位置哈。纯电版的 G80侧面造型依旧极大程度的保留了油车版上的造型哈，包括整体造型，包括细节处理，跟油车上基本都是一致的。比较修长的前机器盖子，整个驾驶舱呢有一个向后坐的感觉，后部呢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流线型的造型。当然，这种造型基调哈，在现代起亚家族现如今新世代的轿车上设计都是一脉相承的。灯组、前方灯组、侧方灯组、后方灯组都是两条形状的，进行了前中后的呼应。那由于转向灯在这儿呢，转向灯已经很显眼了，在倒车镜上就没有转向灯的设计哈。那同样在前机舱和客舱后部有一个加肥加大的效果哈，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出来。那它这个19寸的轮毂的造型呢，在油车上我没见过哈，我想应该是个电车专用造型吧。那另外呢，刚才我们在数字上看到它这个尺寸是比油车版本要高一些哈。那站在旁边直观能够感觉到，确实是比油车要高一些。那这台车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后门的开启角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没到90度哈，但是感觉比一般轿车的开启角度是要大的。而且它这个前后窗啊，都用了双层夹胶玻璃，前排窗户的玻璃的厚度能比后排玻璃的厚度要稍微厚一些哈，而且4个门呢都采用了电吸门的设计哈。后尾巴的造型呢跟油车版本也基本类似哈，有一个向下的造型，在边缘呢做起了一个上扬的造型，两条杠式的后方灯组 ，Genesis 的徽标，下面是 G80的 logo， 在上面呢有一个开启后备箱的开关，下面是摄像头。那后尾部其实区别都差不太多了哈。那如果说区别，就是它照比燃油车没有后排气管的。这是这车的钥匙哈，跟在Genesis家族当中高端车型的钥匙造型都是一样的，按键是比较多的。这车也带电尾。作为轿车来讲呢，后备箱的空间肯定没有办法跟所谓的 SUV 相比了。它在后面呢，开口宽度还可以。高度呢一般哈，影响了一定的装载空间。那大家看这个后面啊，它跟 G80燃油版最大的区别，就是因为轿车是比较低的嘛，所以它想放下后部这个电机，后备箱里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大的隆起哈，占用了一定后备箱的空间。那燃油版的 G80后备箱空间是比较纵深是比较深的，然后下面是比较平的，这个就有一定的凸起，影响了一定的装载空间哈。左面有个网兜，没有什么。右面也有个网兜，那下面呢有一个网，把这个网呢4个角一罩上之后呢，下面的盖板就打不开了哈。我先把这个网解开，
它这个盖板打开之后呢，下面是没有备胎的。这车呢配了一套补胎套装哈，在这有一套补胎套装。然后呢，这里面一个呢是家用电源的充电线，另一个呢是现代起亚家族都爱给电车带的一个配置哈。这即便现代起亚家族呢有很多电车不给你配充电线，但是它给你配了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呢，这个口是插到充电口上，这面呢它既可以插3项电源，也可以插2项电源啊。这个往上一插，一摁这后面的开关，就可以拿它当一个充电宝来给其他用电器充电了啊。想把这个拔下来呢，你就摁一下解锁键，就拔下来了哈。这下面呢是启动电池啊，启动电池在这个泡沫下面。坐在这个车里呢，我们也看了好几回了哈。它呢跟2022款的油版的 G80里面基本保持一致哈。中控台上面呢也是比较突兀的立起来一个横宽的屏，左右贯通的空调出风口、圆形的换挡机构都构成了 Genesis 家族的家族元素、家族符号。从左往右，左面呢是仪表盘亮度的调节、电子稳定系统的关闭，下面呢是后备箱的开关、电子手刹、抬头显示，包括高低、包括倾角、包括亮度、包括里面的显示的元素，都可以到中央屏里去调节啊。这台车呢，仪表盘用的也是3D 仪表盘，但是跟之前的 Genesis 家族油车的仪表盘区别是，右面不是转速表了，它是一个动力输出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台车的仪表盘呢，它是有3D 效果的。3D 效果呢也是可以调节的哈。你像后面那4个表呢，它有个离你比较远的感觉，包括前面这些警示灯，包括行车电脑，包括这个示意图，包括下面这个瞬时能耗，都显得离你比较近，有一个由远及近的感觉。那跟现代起亚其他车型都是一样的，它这个仪表盘中间这个行车电脑呢，可以透过方向盘右侧的这个波轮进行调节，上面的菜单呢进行大菜单项的选择。这个方向盘你可以说的是一个2幅的造型，也可以说的是个4幅的造型啊。整个方向盘呢粗细适中，皮质非常细腻，手感非常棒。大家看这小缝线呢，做工也比较精致，手感是非常好的。3.9点呢有一个手型的设置，感觉放在上面手非常舒服哈。上面快捷按键的设置呢，跟起亚现代家族都差不太多哈。左面呢是语音电话，包括音源选择，下面呢主要是多媒体的控制，右面主要是辅助驾驶巡航，还有行车电脑的控制哈。大家看这2个掰杆哈，一直以来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堵头呢，还有金属材质哈，感觉手感非常不错。这屏呢也是家族的通用屏了，屏的硬件、软件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显示是非常清晰的。它既可以是一块屏显示，也可以是进行分屏显示哈。这个屏呢，既是一块触摸屏，也可以透过下面的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座椅的调节，这车的副驾驶呢也有座椅舒适进入的功能，主驾、副驾都有哈。这个车苹果手机的 CarPlay 呢，居然还是有线连接哈，不是无线的，这个我还是挺惊讶的。电车的充电以及续航里程的动画演示，车辆的设置、座椅的设置、灯光设置、门的设置、钥匙的设置、电子钥匙的设置、电车系统的设置、声音的设置、后方俯瞰视角、后方视角加全景影像、后方2侧盲区加全景影像、3D 全景影像。在倒车的时候，它也会发出一个滴滴的倒车声音。车辆的启动停止按键上面加了 EV 2个字母哈，上面这一条呢是控制上面这个屏的，下面的空调控制面板呢2个旋钮，同时呢也保留了一定的实体按键，更多的键子呢要到屏幕里面去按哈，包括座椅的加热通风、方向盘的加热、后排空调、前排空调，包括风量大小、吹风的方式、AC 键都是没有实体按键的哈。下面这个小盖板呢，往里一推，2个 USB 口，一个是充电的，一个是数据交互的。这面呢是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这几个钮呢是控制多媒体的，这个上下滑呢就相当于在别的车上那个旋钮啊，音量大小啊、开关啊。右面相当于调频，下面是3个快捷按键。下面这个呢是上面这个屏的控制装置哈。这个呢和2022款车型上 G80 和 GV80 多少还有些区别哈。在2022款上，它这块呢外面是有一个可以滑动的圈，里面呢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手触板的感觉哈。现在呢，在2023款的 G80 上，它用了这个和 G70、GV70 一样的装置哈，这个是一个改变。Auto Hold 功能，换挡手柄，换挡手柄呢往右掰是 D， 往左掰是 R， 放在中间呢是 N， 往下一摁呢是 P 档。盖板下面呢是2个水杯架。
驾驶模式的调节，这台车呢有3种驾驶模式，有运动模式，有经济模式、舒适模式哈。这台车呢，我认为放在舒适模式上是非常对路的。影像调节、驻车雷达，坐在里面呢，空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已经。头部空间、腿部空间、横向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哈。坐进来呢，还是要表扬一下这个座椅以及这个皮质，感觉非常棒。座椅调节的非常复杂，能动的地方呢，基本都能动。你包括腰靠的4项调节呀，座椅的椅面延展呐，包括座椅的按摩功能啊，感觉非常棒。座椅的皮质感觉非常棒，即便我现在手头没有这台车的配置啊、参数啊。一些列表，但是我能够摸出来，这就是一个好皮子。你看它这个浅色座椅，然后用的深色描边儿，大家看它座椅造型就可以知道，该给你呵护的地方呵护的都非常好。身体在里面坐着呢，就像一个支撑比较良好的软硬适中的一个沙发的感觉。它的头枕呢也是可以手动调节的，这适应不同造型的身体哈。像副驾驶呢，旁边还有2个老板键哈，虽然这种车呢不是老板坐的，但是也方便后排进行调节。那这个纯电版的 G80呢，我感觉当我把座椅调到最低以后啊，我身体被拖的还是比较高的，感觉比在油车那个 G80上坐姿稍微能高一些哈。如果我记忆没有错乱的话。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现代、起亚品牌旗下有一些车呢，也使用了一些Genesis 车上这些通用件哈，但是用在这个 Genesis 车上，感觉还是有一种高端的感觉哈。你包括它的用料啊，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不是木纹啊，就是金属质感呐。那当我现在正在录音的时候啊，那边有个比较炸裂的车正在那怠速在里吹空调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车的声音哈。其实我感觉这车的隔音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车你坐在里面呢，你所有的感官感觉，包括你的视觉，包括你的听觉，包括你的触觉，当然还包括你的嗅觉哈，这个车做出来的都有那种高级的味道。那坐进来以后呢，最直观的感觉就感觉这第2排啊，比燃油版的第2排坐姿要高一些，它把这个后座的抬的稍微有些高一些哈，可以看到比前排的视线呢要高很多。这个跟燃油版的 G80是最大的区别，坐在后面啊，其他的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区别。整个后面呢，座椅是非常舒服的啊，舒服的是一塌糊涂，包括皮质啊，包括天窗材料啊，跟前排都差不太多啊，甚至感觉比前排的天窗材料还要更软一些。虽然第2排的座椅呢，它没有什么腰靠调节，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调节，但是座椅给身体支撑的非常好，而且坐在里面呢，就像那种家里面比较高档的那种真皮沙发的感觉哈。我感觉第2排还是非常不错的。地板是没有太高隆起的，地板大概有这么高的隆起哈。一般买这个车呢，可能都会自己亲自驾驶吧。配置相对于这个价位来讲呢，也仅仅是够用吧。2个出风口呢放在了中央扶手的后方，下面是空调的控制。第2排呢并没有座椅加热和通风。在后排的中央扶手上呢，前面是2个水杯架，中间这个钮呢是控制后排遮阳帘的。当然，这个后排遮阳帘呢也可以透过前面那个钮来控制。这2个键子是控制的哈。当然，我相信这2个键子呢应该是座椅加热的或者通风功能哈。打开中央扶手箱呢，里面有2个 USB 充电口。当然，这个就像我说的一样，你当把这个中央扶手合上之后，怎么充电？当然，这也意味着这种车的最佳打开方式呢，第2排就是乘坐2个人啊。那这台车呢是纯电版的，打开之后呢，里面跟纯油版的既有相似度，也有区别。区别最大呢，就中间不是发动机啊，这是废话了，它是一个电机。这个电机呢，由于这个车呢，它不是 SUV， 它是比较矮的一个车哈，它轿车嘛，它高度肯定不是它的优势了。所以它相对于其他这些电车来讲，中间并没有做出来一个储物格哈，它空间不够做储物格的了，它只给你做了一个罩哈，罩底下呢就是电机了，做工是比较精细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的线束的接头啊，包括这个缝隙的处理啊，包括接口的处理啊，感觉还是做的挺精细的哈。用料呢，感觉也比较扎实，所有不该让你看到的地方，全部拿塑料件给你覆盖上了哈。经常需要调试的，经常需要保养的地方，它给你露出来口了，都已经。虽然打开之后谈不上是那种殿堂级的工艺品的存在，但是感觉呢做的确实挺精致的哈。打开以后可以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那今后啊，随着燃油的发动机越来越少了，你像这种电机在里面，以后可能每家看着呢，区别都不会太大了哈。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啊，可能会清楚哈。之前呢，我对 G80 油车的印象呢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3.5那个车型。
动力强劲、舒适范儿的驾乘感受都是比较吸引我的点啊。那这次呢，体验这台纯电版的 G80，它在舒适这个问题上保留了油车 G80的良好舒适的感受。它这个舒适范儿呢，既有德系车在这个级别上的豪华的紧致感，又有韩系车特有的那种高级感的加持。当过一个平顺的起伏路面的时候，会有让人很舒服的，不会很夸张的那种上下起伏的幅度，既不像大船似的让人感觉到眩晕，又会比较到位的营造出来一种舒适感。那不论是低速还是高速，悬架呢都会尽力的过滤掉路面上的颠簸，让大多数的细小颠簸呢都会化成清脆的响声，稍大点的颠簸呢它也会幻化成没有棱角的晃动，但一切也只能是恰到好处，不会像各种旗舰大哥一样让你两耳不闻窗外事。那如果跟纯油的 G80 相比呢，这台4驱电车它的自重整备质量是5100磅，而油机3.54驱的自重是4453磅，这之间将近差了650磅。实际开起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感觉到它的厚重感啊，感受到整体更加稳重了。但有一个场景，就是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较大幅度的起伏路面，这个时候呢，当车身产生了较大上下幅度晃动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车实在有点太重了啊。当车身在落下的那一刻，车体偶尔有1-2声比较硬性的声音，似乎也在诉说车体的无奈，我实在该减重了。在动力上呢，这车本身之前那个3.5双 T V6的发动机就已经很棒了哈，但是由于这车是电车，是电机，本身呢电机在最大扭矩上比那个3.5的发动机就高了120多磅费，再加上技术路线的区别，因为电机在瞬时就可以输出峰值动力嘛，这台车如果单论动力性，还是要比那个 3.5T 的机器好不少哈。能不能达到官方宣传的0到60 4.8秒，这个呢我不敢讲，因为我没拿表测嘛。但这车提速确实很快，当你静止起步，不论你是否调到了运动模式，你一脚电门踩到底，它也可以有那种人脑分离的眩晕感啊，跟坐过山车似的。那在高速在 local 上，如果你想并线加速超车，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可能这个感觉呢，也是现阶段大家喜欢电车的主要原因之一吧。确实跟油车的感觉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尤其在初段中段加速，电车呢会表现得更加精彩。当然这个感觉呢也符合现如今大家凡事都讲究效率，什么事呢都讲究快速出结果这么一个时代风尚啊。但坦率地讲，我呢还是喜欢油车的那种循序渐进的感觉，循序渐进的加速过程。有些事儿呢过程实际上比结果蕴含着更多的魅力。开这种车呢就应该开出那种优雅范儿，它气质上不允许你急赤白脸啊。那现在呢在路上开电车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这点呢我在之前也聊过，主要就是外部问题啊。因为现在在路上有很多司机朋友，有很多驾驶者朋友，他对电车不是太了解，他不太清楚电车的加速性到底有多快。这样呢，他在路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他就会在他的认知当中进行什么抢道啊、辅路进主路加个塞儿啊。这点呢，我们在路上行驶的电车、油车朋友都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再一个呢，我们从油车转电车还需要适应一个点，就是不同路况的能耗表现，这个大家心里要有预期。那以前呢，咱们开油车在低速蠕动这个阶段是比较费油的哈。那在开到高速上，适当的滑行、适当的巡航，油耗呢相对并不大。那当我们换到电车上的时候，在室内堵车的时候倒是比较惬意的，能耗不是太高。相反，倒是在高速上奔跑的时候，它这个电掉的是比较快的。这个呢，如果大家是从油车转到电车，这个思维呢大致需要转换一下哈。那这个车在其他方面的感觉呢，跟油车高配的 G80 差不太多。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低速比较轻，高速呢非常稳。主动巡航和智能辅助这块，可以感觉到跟之前是那个起亚的 EV6 应该是一个版本哈。那至少在目前开过的这些现代起亚产品当中，它应该属于最高版本了，最新版本了。速度控制呢，相对其他一些家族兄弟来讲，要平滑很多，平顺很多。速度调整呢，也不会很突兀。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不会非常生硬的把你卡在2条线中线的位置行驶哈。你往里点往外点，它也不会使劲的抢你方向。那主动巡航的并道的感觉跟 EV6 很像啊。你手呢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你要想并道呢，你就轻点一下转向灯，然后手上呢稍微给点劲儿，它就会自动完成剩下的规定动作啊。那到了目标道路的中心线的位置，
转向灯呢就会自动的熄灭。跟 EV6 的区别呢，就是它这个抬头显示没有 EV6 那么花哨。这个车呢虽然自重加大，但是它刹车的感觉依旧良好踩着呢很紧致，即便你踩到刹车的下半角，你也不会感觉到这个整体车身有多重况且呢，你也很难有机会踩到下半角。那尤其是你要加大了动能回收力度，刹车使用的频率呢就要更低一些。噪音控制呢本身就是一台高级车需要优先考虑的指标。那 Genesis 这个品牌一上来之后呢，也是特别重视噪音控制这项工作我们在很多车型上都已经领教了。G80 油车实际上噪音控制做的就很不错。那这台纯电版呢，它又没有发动机噪音这个来源。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偶尔能够听到轻声萦绕的电流声和呼呼吹气的空调出风口的声那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风噪声呢是稍微能够听到一些的，胎噪声实际上也不大。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讲，这台 G80 呢依然保持着优雅大气的范儿，舒适范儿仍然是它的主打王牌。当然，它这份舒适范儿呢并没有拉满它就像一位家族的二当家的，小心翼翼的为大哥留有空间那在动力上呢，由于整体上变换赛道了，在优雅大气的同时，如果你要是一时兴起来个地板电，它也会一骑绝尘。那如果从车色上来说，它更像是一位一身腱子肉的中年大叔。综上就是今天咱们看了这台2023款全电的 G80 的视频。总体上来讲呢，这台车依然保持了 G80 以及 Genesis 家族这种大轿车的传统，舒适静谧，用料比较扎实，做工比较精细。那这台车呢，在保留了 Genesis 家族良好的传统基础上，又向电车又向未来跨进了一步。那同时，这台 G80 的电车版本也跟 GV60 一样，作为 Genesis 家族全系列产品电车产品进入美国的当头炮，第一梯队。那这台车呢，预计将在今年秋天到店销售。目前呢，计划第一批只在4个州进行销售：加州、康涅狄克、纽约州、新泽西州，只是这4个州先行销售，其他州呢，暂时还买不到这个车不管怎样，作为一个高端品牌，目前 Genesis 家族已经在美国市场就电车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今后将怎么发展，我们还拭目以待。那对于这台 Genesis 这种舒适范儿的大轿车的电车，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以上视频，谢谢大家。